欧美 No Sleep 系列疯狂贝蒂。这是在我长大的镇上一个疯狂女人的故事。那是一个在南维吉尼亚州的小镇，大家都互相认识。有个年纪较大的女人住在我家附近，我猜她大约40几岁。我懂，40几不算老，但当时我才8岁，40几对我来说算老了。大家都叫她疯狂贝蒂，因为她总是用毯子包着娃娃，抱着娃娃走在街上。她会摇着娃娃，唱着摇篮曲，跟娃娃说话，但没有人敢接近她，所以没有人真的近距离看过她的娃娃。每次你只能匆匆一瞥到一截小手或小脚从毯子里伸出来，再多就没有了。之所以没有人真的靠近疯狂贝蒂的原因，一部分是出于害怕，但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它闻起来太臭了，很难正确描述那个气味，但我们认为是它缺乏卫生的缘故。它总是身穿一件过大的花洋装，挂在它身上就像松垮的皮肤，即使是冬天，她也很少穿鞋。她仿佛曾经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直到某件事让她心神丧失，不复以往。关于疯狂贝蒂，有件事情很奇怪，是她有时候会消失几个月。我想，她不是真的不见了，而是好像去冬眠一样，不受季节影响，只要她想就行，不会有人去干扰她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过几个月后她就会再出现，怀里抱着她的娃娃。有次，我的父母有点争执，即使我还小，我也知道是因为爸爸前晚没回家的关系。我记得我妈跟他说，晚上我们需要有个男人在家，因为镇上有个叫理查的，已经失踪3个多月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了，他就这样消失了。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镇上的小酒吧里喝个烂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怀疑着疯狂贝蒂，我总是认为她是巫婆。我们镇上大部分的小孩也这么认为。我们自己常互相讨论这件事。我们曾计划要偷溜进她的后院，从她的窗户偷窥，期待看到她正在进行某个疯狂的宗教仪式，但是我们太胆小，不敢进入她的院子。理查最后被看到的那晚，正和一个有漂亮红头发的人在一起。每个人都认为疯狂贝蒂似乎应该为他的去向负责，因为那一晚之后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同时，理查的女友山蒂说他一定是和一个有漂亮红发的陌生人私奔了。虽然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解释，但我妈说查理对山蒂很着迷，他不认为查理会就这样跟陌生人跑了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查理和山蒂分分合合，山蒂叫他走，他又会求着回去，而山蒂又会接受他。我打赌，疯狂贝蒂用一些魔法引诱他进他的房子，然后用大油锅把他煮了。一个比较年长的小孩叫做杰克森的，有天在镇上小孩喜欢聚集的大树下说着，杰克森正坐在粗树枝上晃着他的腿，他的上衣挂在他的脖子上，露出他苍白的腹部与胸膛。女巫的大油锅里有什么？莉莉问道。她是一个绑着白金色发辫的可爱小女孩。当她试着要抓离她有点远的树枝时，辫子摇来晃去的。杰森，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孩，把她举高，好让她可以勾到树枝。身体的部位，动物的眼球，青蛙那类的东西，杰森说着，好像无所不知一样。我讨厌他，我翻了翻白眼。你怎么知道大锅里有什么，天才？我问道。我的手摆在我的小屁股上，杰森对着我的脸，近到我可以闻到他的口臭。他说，
因为我奶奶就是个巫婆，在她死掉之前，她都在做这些事情。我又再次翻了翻白眼，问她：那她到底要去哪里拿到那些人体部位？相信我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她扬起眉毛，一边摇着头说着：我知道杰森只是在唬我，不过还是让我起了鸡皮疙瘩。八卦最后终于传出来，那晚我爸在小酒吧是和一个合法美女在一起，所以我妈把他赶了出去。他搬到他哥哥的房子，离我们家走路约10分钟，所以我还是不时地看得到他。以前没有人看过那一位合法女子，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即使这是个小镇，还是会有陌生女人出现在酒吧的。每过一阵子，一个陌生女人就会出现，引诱一些没钱的、喝醉的、意志薄弱的男人，然后和他一起消失在夜色中。在我爸被赶出去后不久，疯狂贝蒂开始他的冬眠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当他没有出现时，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，而且我爸不在也让我比较轻松。我很庆幸他又消失了，不过6个月后，就在仲夏时，他又出现了，怀里抱着娃娃。那时候镇上又出现新的疯女人，她的名字是杰西卡。她大概30出头，但是她有严重的药物瘾和酒瘾，所以没有人去搭理她。事情爆发的那天，我记得一清二楚，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。疯狂贝蒂从街上走来，专注自己手上的事，对着他的娃娃笑，扮鬼脸，而杰西卡开始对着他大吼：喂，你这个疯婊子，你干嘛不回去躲起来？你恶心死了，你看看你。他咆哮着侮辱的话，每个人都不敢相信地看着他。有些人试着要制止他，但他不死心地继续讲。疯狂贝蒂不理他，只是自顾自地走路，和他的娃娃说话。而这对杰西卡来说，无疑是火上浇油。他冲上街道，跑到疯狂贝蒂前面，对着他大吼大叫。那时，所有人都跑出来看这场闹剧，包括我妈在内。不要去烦他，他没有爱到别人。有人大叫。才怪，我要看这个婴儿。让我们看看你的宝贝，你这个疯女人。来啊，来让我们瞧瞧这个小混蛋。杰西卡伸手去抓婴儿，这个动作打断了疯狂贝蒂的恍神状态。他抬起头，发出了你想象不到、最撕心裂肺的尖叫声。每个人，包括杰西卡，都捂住了耳朵。那是一个又长又凄厉的尖叫。最后他停了下来，试着经过杰西卡，但是杰西卡不让。他挡在疯狂贝蒂前面，他前进，他就后退，辱骂他和他的小混球，就像那些非要插手别人闲事的三姑六婆。杰西卡终于抓到了毯子，并把它扯掉，使得那个婴儿掉到地上。刹那间，整个世界就像静止一样，每个人都站在那里，嘴巴大张，倒抽了一口气，然后屏住呼吸。接下来，下个声响就是疯狂贝蒂的凄惨尖叫。他跪在他的婴儿前，嚎啕大哭。杰西卡早就跑开了，而且还不时作呕。靠近疯狂贝蒂的证明也转身，恶心欲吐。很快的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。躺在疯狂贝蒂面前的是一个婴儿，一个腐烂许久的人类婴儿。最后，警察出现了，并把疯狂贝蒂带走。他们带走了婴儿，并把他拿去做检验。整个镇都笼罩在震惊的气氛里。疯狂贝蒂真的是抱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婴儿，在怀里到处乱晃。我们终于明白，那些年那个让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味道，是死亡的气味。但现在要说的，才是真正让人神经发麻的地方。当警察进入疯狂贝蒂家时，他们所发现的，足以让经验最丰富的老鸟
夺门而出，并且把他们的早午餐吐得一干二净。他们总共发现了7个死掉的胎儿，全部包在毯子里，并排在一个长形的婴儿床上。你知道他们还发现了什么吗？理查，他就坐在厨房的桌子旁，只剩下一副骨架与衣服。他们从他穿的衣服，也就是他失踪那晚穿的同一件，以及从牙齿的记录确认是他。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漂亮女人的相片，有金发的、褐发的、红发的，还有长发与短发的女子。他们也发现了假发，金的、棕的、红的、长的，还有短的。他们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与照片中女子所穿的同样衣服。一开始，他们以为是疯狂贝蒂杀了那些女人，把她们的尸体埋起来。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更可怕的是，疯狂贝蒂就是那些女人。事实的真相是，疯狂贝蒂曾结过婚，但是在她搬到我们小镇前，她的丈夫死于火灾。在她的丈夫死后不久，她就发现她怀孕了。她对这个新生命充满期待，因为这代表她与她亲爱的丈夫仍有所联系未断。但是怀孕才4个月时，她就流产了。她极度的沮丧，搬到我们的小镇，慢慢的失去理智。疯狂贝蒂开始用假发、妆容以及衣服伪装她自己。她会出现在小酒吧，引诱未曾起疑的男人，带她去旅馆共度一夜。她会重复这样的行为，直到她怀有这些男人的小孩。接着她就会进入冬眠，不希望让别人知道她的事。她流产后，因为不想胎儿离开她，她就会把她包在毯子里，带着她到处走。每次她都会引诱一个男人，然后怀孕，接着她就躲起来，但最后都会流产。这可能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怀孕照顾，而她没有办法弃这些婴儿而去，所以她就把他们全部留着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会把理查留在她的身边，或者她怎么把他弄到她的屋子。有些推测是，她看起来像她已故的丈夫，在她心里，她终于有了她一直想要的大家庭。最后，他们采取婴儿身上的 DNA 与证明的做鉴定，当然是没有公布姓名的方式，也包括了理查的 DNA。我忍不住想，那天从疯狂贝蒂臂弯掉出来的婴儿，把整个镇弄到天翻地覆的，也许就是我的小弟或小妹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喜欢这样的朗读故事，欢迎在影片的右下按个喜欢。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米娜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